凡间俗语，百世修来同船渡，千世修来共枕眠。祭司，你无需多礼，我不过是来探查齐寺殿的情况，以防疏漏。天气愈寒，我本想为齐寺殿布置御寒的术法，只可惜宫内条例繁多。世间的苦难福泽，在冥冥之中早有定数，非一人之力可改，也不该由一个人来承担。那些人间定下的规矩，仙人真的会在意吗？尊崇之心，你可知仙人为何制作这根发簪？树木鸟兽，凡人仙人，种群的定义仿佛是天然存在的隔阂，让彼此难以接近，难以互相理解。其实这世间的生灵所要承受的劫难，意图去汲取的情感，或许别我而知。祭司大人，时刻不早。
无妨。夷国近日已有天灾之兆，若是南部持续大旱，今年粮食定然会欠收。虽然国师早有筹谋，提前在粮仓备下足以支撑3年的存量，但夷国只是一方小国，仗地势之力，四季常年如春，风调雨顺，百姓才得以过上安稳的日子。倘若天灾连年不断，国师学识渊博，可知道有什么法子能根除夷国的后顾之忧呢？根除后顾之忧。太后此意不像是询问，倒像是已找到了解决之道。果然什么事都瞒不过国师。哀家确实听闻有一道奇语之术，可解夷国之忧。而这道法术，唯有达到国师的修为，方能使用。太后亲自为宫中定下诸多规矩，却擅自扰乱天地间的法则，此举不免有些轻率。哀家也不是为了一己私欲，既然国师不愿，哀家也不会勉强。昨日的祭祀可还顺利？顺利。哀家年少时也是听先人的传说长大的，可数十年来，哀家已从未见过古籍中所记载的神迹。近日境内异象频出，井水一夜之间干涸，大暑之日突降暴雪。虽尚未造成祸事，但人心惶惶不可度日，百姓间已有传言，先人将逝，恐无法再庇佑夷国。哀家知这些都是祸乱之言，已命人平息，此事不提也罢。哀家亦与邻国建交，好借他国之力渡过难关。只是夷国这数十年来甚少与他国往来，作为中立之国，亦有多方利益需要考量。以联姻作为两国结交的伊始，自古以来多有其利。太后要将祭司作为筹码。祭司身份尊崇，哀家又怎么会做这般引人非议之举？更何况，哀家也知道，国师与祭司颇有情谊。可惜国师是方外之人，视钱财权势为身外之物，更不会被尘世间的俗事束缚。不然哀家可真的会化作媒人，为你们说说亲事呢。
哦，天灾未必会持续数年，现在定下决策还为时过早。国师说的有理，不过出任祭司，德行高尚，当年便是用自己的性命抵御妖魔侵袭，保全夷国安然。不好了，仙人动怒了！数百年间，从未有人找到过云岑。你真的要独自前往吗？抵达云岑之后呢？你又想对那位素未谋面的仙人说什么呢？他可能正在盛怒之中，意图毁掉夷国，也有可能垂垂老矣，将要消亡。决议。这世间确实有许多事，值得为之赴汤蹈火。大义、责任、人情。我并不意外你会做出这样的决定，也明白自己无法阻拦你的脚步。私怨。见过许多。所以，你的私怨便是筑巢吗？你将夷国视为自己的巢。等等，
归来之时，你真的还能记起你现在所说的一切吗？你可知我最不想听到的话语，就是你对我说抱歉。真正该说抱歉的那个人，应该是我。在那一次又一次的接纳之中，为此，你即便是回到云层，你也记不得过往的一切吗？我本不应该用这种手段让你回想起那些苦难，但想要破除束缚一切的牢笼，需要破釜沉舟的决断。只有这样，你才会看见新的道路，而我也能了却一切。接纳这股灵力，将其引入丹田，化为己用。距离你上次回到云层，已经过去了300年。那时，你的愿望是结束战火，铸造一处让所有人宜居的国度，而你做出选择的代价，则是自己的魂魄被妖魔吞噬。我不想让你第3次经历那样的痛苦。抱歉，回魂之术法可能会让你的记忆有些紊乱。是想探究我的真实身份吗？国师也好，仙人也罢，都是世人加于我身上的名号。不过现在想来，我似乎从未有机会和你说过，我厌恶那些身份和称号。从你口中一次又一次听到那些拉开彼此距离的称呼时，我希望无论时光流转多少个百年，你都能想起我，呼唤我的名字。没关系，
只要睡一觉，就会好了。你总是忙忙碌碌的，不曾停歇，所为何事？你说的家，就是以枝桠构筑出来的栖身之所，它当真如此重要，值得你付出生命的所有时光。那边的山洞，不是更能遮风避雨吗？自己的家，不一样的意义，会感到幸福。我无法对你所描述的景象感同身受，不过，万物皆有自己生存的法则。若一些枝桠就能让你体会到幸福，倒也值得。你在担心我，我的灵力足以化形，恐怕不久之后就会迎来第一道天劫。喜怒哀惧爱恶欲，人们所谓的七情六欲，于树木而言，确实难以体悟。我独自在此修行了数百年，在真正飞升为仙之前，无法离开这座岛屿。所做之事，不过是静看日升日落罢了。这最后的时光，能用我的枝桠为你筑巢，或许也是天道所赋予我新的机遇吧。你要与我分享自己游历的所见所闻，帮助我理解世间的情感。这可能需要花费漫长的时光，或许我永远无法体悟到你所说的一切。你还有自己的使命需要完成，无需为一些枝桠偿还恩情。不是偿还恩情，而是不想看到我露出这样的神情。你醒了。这里的一景一物，都仿照你的寝宫幻化。如果还有不方便的地方，尽可以和我说。
放心，雷云终会消散，也绝不会伤害到夷国一丝一毫。你就当作那是我诱你入局的饵吧。我不忍看到你数年之后化作灵体，而你又是个执拗的性格。不如将你囚在这云层，再也不受俗世烦扰。无论轮回多少次，你始终是那个能让我心绪产生波动的那个你。一次又一次来到云层，一次又一次成为我命中的奇迹。有时，我甚至会后悔，后悔最初与你产生那份羁绊。若非如此，不用勉强自己，毕竟我很擅长等待。你说的不错，诱饵确实是假，但诱你入局是真。难道你想回到那个意图将你作为筹码的地方？灵体之事向来是不传之谜，你将此事告知太后，其实已经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。即便没有汉在，日后夷国遭遇任何祸事，你都会沦为牺牲品。还是说，你真的已经对尘世没有任何留恋了？是啊，我知道你从未改变过。你的世界是林外广阔的天空，你构筑的家园也从一方鸟巢变为夷人的国度。在困阻面前，你从不会选择逃避，所以才会。只是对你之前出其不意的举动做一些微不足道的回击。我说过，我不会阻止你的决定，无论你是选择挣脱离开，还是
鸟儿不归于山林，难道应该困于此处牢笼？因为你从未见过这里本来的面貌，我不过是在一片荒芜之上，尽力去修饰它罢了。留不留下来，都取决于他的意志。毕竟天空如此广阔，而远游是鸟雀的天性，他不会因顺从自己的天性而后悔。更何况，他或许会找到远比这里更合适自己的家园，而我……拿了这些仙草，你就离开云层吧。不过是些许草药罢了，不值得。你若是想回报我，便偶尔过来分享一些人间见闻吧。哪怕是些许小事，只要你认为可以触动心弦之事，告诉我便好。许多的情感本是一体多面，不然也不会有因爱生恨、喜怒交加这些词。只要机缘到了，只一件事，就能让人瞬间体悟所有。不过，你确实很少和我讲述爱情相关的故事。为何你突然用悲伤的神情看着我？经历这一切苦难的人明明是你。其实从你的故事之中，我已经明白人间并不美好。
满目疮痍也好，罪恶丛生也罢，我早已准备好接受一切。至少，我想亲眼见一见你描绘的风景。好，长灯燃起之时，我会思念你。这是用我的枝桠制成的发簪，此行凶险，它可作为你的护身法器。你昨日同我分享的典故，两人临别之际赠送的礼物就是发簪。愿你看到这根发簪之时，亦能想起这段时光。过去，总是你和我说时间的故事，也该轮到我和你说些云层的故事了。这主角，便是一棵刚化形不久的孔雀木。世间万物，潮起潮落，皆遵循着天道之理。他还是过于焦急的些，未参悟任何情感，就贸然积攒灵力，企图对抗天道，怕是支撑不了一炷香的时间。
天道如此无情，却偏偏要让世间万物明白何为情，真是有趣。天道无情，却公正，所以才会与人类苦难，与树木长生。所以，天道也会平等地给每一个生灵参悟的契机。我的契机，也藏在这漫长的生命中。而我所要做的事情，便是等待。你要与我分享自己游历的所见所闻，帮助我理解世间的情感。这可能需要花费漫长的时光，或许我永远无法体悟到你所说的一切。你还有自己的使命需要完成，无需为一些枝桠偿还恩情。不是偿还恩情，而是不想看到我露出这样的神情。所谓的契机，居然是建立在亲历其他生命消亡后感受到的悲苦之上，真是荒谬。拿了这些仙草，你就离开云层吧。不过是些许草药罢了，不值得。是应该就此别过，还是该留住它呢？以仙草为诱饵，让它多停留在云层一段时间，或许能护它平安。你若是想回报我，便偶尔过来分享一些人间见闻吧。他也会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吗？和别人说故事时，也会露出这般笑容吗？你昨日同我分享的典故，两人临别之际赠送的礼物就是发簪。愿你看到这根发簪之时，亦能想起这段时光。第一道天劫，在我茫然不知时骤然降临；第二道天劫，则是在我心绪异动时到来。这是我命数注定的劫难，还是……
年来如此。自我诞生以来，天界之困如影随形。我步步谋划，又放任自己随波逐流，其实不过是对天界的一种惧罢了。自污秽之物中诞生的孽障，生来便注定不会拥有情感与理智，只凭着本能的驱使，去破坏，去吞噬。这就是纯粹令我厌恶的物。人类生来便拥有七情六欲，即出生的那一刻便注定经受苦难，而这份苦难甚至会跟随那人一起轮回转世。我曾以为，在天道所书写的命运里，你是我千年难寻的契机。那于你而言，我又会是什么？是契机，还是……启禀国师，此次祭奠之上，云岑仙人的法器竟然对一位小姑娘有了感应。人们都说她是出任祭司的转世，太后已经下令封其为新任祭司。国师大人，此番南巡路途悠远，恐怕太后会在您离开的时候。你是说他会趁机垂帘听政，干涉国事吗？小的不敢妄议国事。皇帝年幼，由太后操理国事也是自然。更何况，他辅佐先帝多时，背后的亲族亦会给予支持。但太后想要收祭司为义女，以此助长自己在朝野中的声望。当你再度来到这人间，见到这看似繁华之下的人情，依然满目疮痍，是否会感到失望呢？还是会为了心中的愿望，再次不顾一切？祭司地位尊崇，是与仙人沟通的唯一桥梁，不应该被凡间的身份所牵绊。看来是时候面见太后了。我的目的很简单，不过是不想顺从命运的安排。我参悟了千年，修炼了千年，只为突破天劫的考验，飞升为仙。而天道亦适时地为我留下了契机，用你的几世轮回，引我懂得人为何物，情为何物。代价便是你的肉身葬于火海，魂魄灰飞烟灭。最后一道天劫的考验是为狱，也是人性最为黑暗的深渊。当太后试图用你作为筹码掌控我时，即便早已预料到一切，我依然没有完全控制好自己对你的欲念，致使雷云显现。你我已结下3世之缘，
天道又怎会看不出我内心深处被根植下的欲望？他定然会逼我破除对欲望的执念，亦或是沉沦于欲望之中，化身为魔。这天道倒是与人间的太后颇为相似，亦或者说，天道便是真实的人性。在高位者看来，度化一位真仙，你的牺牲从来是微不足道的。在这命定的棋局之中，你又会是什么结局呢？是再一次生死道消，还是失去自己的羽翼，沦为我的所有之物呢？如果我说我两者都不选呢？我不会让同样的局面发生第3次。数百年来，我见过无数高尚之人因一己私欲而成为魔鬼。不过，倘若真的成为灭绝情欲之人，用你的牺牲换来所谓的逍遥飞升，我亦不耻。这2个残酷的抉择，你不用接受任何一个。我会为你开辟新的道路。若命运既定，我会将其反转。这一次，我会成为你的奇迹。人族弱小，难以获取天地之灵力，但却天生拥有7情6欲。若是饱受苦难的灵魂获得了足够的灵力呢？他便可以只需经历1道天劫，就可飞升成仙。不用担心，你一定会度过天劫，从此不会再被任何规矩所束缚，飞往自己想去的地方。是，有时候你就会这么固执。原谅我，只能变得比你更固执了。在天道的规则下暗度陈仓并不容易，不过只要筹谋够久，也能创造奇迹，一个瞒天过海的奇迹。如果我们分隔两地，或许还有被天道识破的可能。既然你我都在云层，想来天道亦不会察觉到，真正承受天劫之人，究竟是你，还是我？说好久不见吗？天道。
你说的不错，我终究还是留下了这抹欲念。我会与你相拥，直至化为灰烬。卖长灯了，卖长灯了！长灯送与有缘人，今日结下不解缘。哎呦，这夷国还真是如传闻一般，热闹非凡，繁花似锦。那可不，夷国可是有2位真仙庇佑的宝地，再加上少皇帝在国师的教导之下，励精图治，治理有方。如今的夷国虽不大，可是人人羡慕的世外桃源。2位真仙，传说中那位国师和祭司双双渡劫飞升，原来是真的。是真是假我也没见过，只知道2位仙人是住在云层之上的神仙眷侣。你若是有心，可以去附近的祭坛拜拜，买上几个长明灯供奉。长灯节在夷国可是结缘之日，说不定你也能找到你的有缘之人。凡间俗语：百世修来同船渡，千世修来共枕眠。当真如他们所说，我们花了如此漫长的时光，才能共尝一舟。时光所承载的，是无数的等待，是几世的磨难。不过，磨难亦是命运赋予的变数。若非天道无情，我也不会获得这份天地间最真挚的情感。或许我这杯喜酒，也应该分与天道一些，感谢他助我们终成眷属。是我方才疏忽了，这里
是不是该多插一个簪子？和你有关的事情，我都只想慢慢去体悟。除了在云层做一对神仙眷侣之外，偶尔也想体悟凡人夫妻间的些许情趣。传引之术能顺利使用，看来你已经抵达那方异界了。此次异界之行是为了增进你的修行，我本该与你同去，但我需守着你这半身魂魄。若是在这异界有何差池，我亦能通过魂魄将你在云层恢复如初。那异界之旅，可还如你所愿？其实，我希望你将其视为一场旅行，而不是修行。你所看到的景色，所嗅到的芳香，即便不在一个世界，我亦能感受到。毕竟自结缘那日起，你我二人便魂魄相融，同心与过。只是你这次，终究是离得有些远了，我不免有些担心。近日睡得可好？异界的食物可还吃得惯？你每一次远行，我总会忍不住思索这些琐碎之事。回过神来，又不免轻笑自己，成仙之后还要自寻烦恼。不过，与你有关的烦恼，倒也未必就是烦恼。我知道，便是我不在你的身边，你亦能照顾好自己。不如说，我希望你能照顾好自己。越是经历悠久的时光，越是明白世上没有真正全知全能，无所全能的边界来源于力量。想要突破异界的次元壁垒，确实需要些时日。当然，等你倦了回到云层之时，我定会为你准备无边晴日，迎你归来。